Last year at the White House, you were told to say thank you, and now America is asking Ukraine for help. How does that feel? Good feeling. 2020年3月，欧盟要求乌克兰重新开放友谊输油管道，向匈牙利输送俄罗斯石油。泽连斯基怒斥欧洲盟友试图勒索基辅。4月，美伊战争导致全球油价飙升，特朗普宣布将允许各国购买制裁俄罗斯石油的期限再延1个月。随后，泽连斯基不点名谴责侵略者的石油出口必须减少，购买俄油的每1美元都是战争资金。4月15号，彭博社报道，基辅目前可用资金仅够维持到6月，如果援助未能及时到位，乌克兰将濒临破产。大家好，我是新人物有星辰。如果要问美伊战争的赢家是谁，估计没有答案，因为双方都是秦始皇进圣伊丽莎白，赢疯了。但你要问最大输家是谁，答案只有一个，首圣一宗，德总统泽连斯基。哎呀，太罪恶了！我都多久没关心过小泽了？乌克兰可是我的龙兴之地呀！眼看俄乌战争从卡塔尔世界杯一路打到美加墨世界杯，但小泽却从争相追捧的民主之光变得无人问津。更雪上加霜的是，截至25年底，乌克兰债务约2130亿美元，与国家 GDP 相当。为了筹钱，小泽不仅四处化缘，甚至都开始找爱情动作片演员征税了。那么他还能撑下去吗？转发加点赞，我泽连斯基3连。The Russian terror has caused Ukraine's economy reduction by more than 1/3. Azt mondjuk, hogy nem támogatjuk Ukrajna gyorsított uniós csatlakozását. Ukraine is deploying teams to the Middle East to help with drone warfare. Some European leaders are from Europe, but not always for Europe. 经常发动战争的小伙伴都知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仗本质上就是烧钱。遥想熹宗当年，俄乌出战了，万邦来援，灯塔助力，谈笑间速通基辅破灭。没想到现在摊上神人辈出的特朗普政府，万副总统多次表示要扔掉乌克兰这个累赘，国务卿卢比奥更是在 G7 峰会上就援乌怒怼欧盟外长，你行你上啊！至于生意人董王，去年11月就搞出个和平28条，准备让小泽割地赔款。今年3月，特朗普更是发文大骂乌克兰干预24年大选。怎么干预的呢？很简单，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在乌克兰开展基建项目为名拨款，转手将90%资金转给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拜登竞选团队。这无异于请河南人喝蜂蜜胡辣汤，请意大利人吃菠萝披萨，请雪山狐狸吃酱板鸭，纯膈应人嘛。当然了，泽胜还是比蒋校长靠谱啊，他是拿拜登的钱给拜登助选，微操大师是拿杜鲁门的钱助选杜威。我不明白。历来皇位之争，站错队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便拿出攻若不弃，则愿拜为义父。用小泽自己的话说，不援助就算了，4月初，五角大楼通知国会，计划将北约凑钱采购的用于援助乌克兰的7.5亿美元爱国者导弹挪用，优先补充美军因美伊战争损耗的库存，让本来就捉襟见肘的乌克兰更加雪上加霜。接下小泽的援助给予以色列，这就是成语竭泽而渔的来源。泽胜都没来得及喊一句 Trump Netanyahu get it so capably puffy，别急着打问号，更离谱的在后面。俄罗斯原本2月石油出口暴跌到仅97亿美元，今年前3个月财政赤字600亿，超过预估的全年赤字总额。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油价飙升，3月石油收入猛增到190亿，目前还在以每天7油的速度累计。是的在川皇的助力下，曾经鼻青脸肿的金子真开上路虎了。不仅如此，为了控制油价，3月美国财政部颁发30天临时许可，允许各国从海上购买受制裁的俄罗斯石油。前2天刚又续了1个月，小泽听说后当场破了大防他真的我哭死。此时的小泽估计高低得给特朗普唱一个。
当你在霍尔木兹的另一边，我在球员的路上没有尽头。导弹转移让我措手不及，拜登远至失去欧洲盟友捉急。要向当年民主打气，为何如今要断了联系？说完谢谢，白宫装大气，万斯说这就是生意，基础效益，为你掏空家底，只能给百姓加税再用电力。我不会奢求普京停止进攻，我知道这是胜利前的阵痛，只是签订了协议，此刻这马戏还是会想起最初的一起，千言万语抵不过这一句普京，真感谢你。当你在白宫划线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已经将我抛弃，却只能无奈默默仰人的鼻息。川普是一种病，川普是一种病，精神病。咋办呢？被逼到绝境的小泽果断祭出三板斧，卖国要饭，开征三响。有道是千里马常有，而商鞅不常有啊。首先是开征三响，找谁征呢？工厂炸没了，百姓也成穷鬼，没有水可炸了。好在基辅另辟蹊径，找爱情动作片的艺术家们争。这帮人有多能赚呢？早在2022年，受某 O 字开头的不知名平台启发，以乌克兰人成立小团体，吸引了35名女性和3名男性出售果罩帮乌军筹款，3个月募捐超70万美元。然后乌克兰税务局顺藤摸瓜开始调查，主要工作就是看小视频。当然了，这么艰苦的工作，免费的话肯定是没人干的。一位专家在看了33个小时，总计超300部视频后，获得了15000格里夫纳的报酬，还在详细记载了这300部大作的标题作为庭审记录啊。请恕我没法放出其中任意文字，反正相当炸裂啊。此外，部分警察为了调查取证，被迫伪装成普通用户购买色情内容。总之，在艰苦卓绝的乌克兰执法人员恪尽职守，付出超500万格里夫纳后，终于查清了。从2020年到2022年，居然有超5400名乌克兰人以此谋生，豪赚1.11亿美元。是的，你没听错，折算下来痛失了900多万税款。搞黄色事小，不交税事儿大呀！税务局赶紧发出征税要求，但仅451人提交了申报表。可能有人要问了，他们不怕被查吗？怕。但乌克兰严禁制作传播色情内容，不交税违法，交税等于承认自己拍小视频也违法。这下一根筋变两头堵。目前税务局已接到法院命令，要求将主动登记的从业者信息移交执法机构，一旦确认将处以巨额罚款及7年监禁不等。不过为了让人民安心为国献身议会已经通过色情制品非刑事化的法律草案，以后不用坐牢了，你们好好拍吧，接着缴税就行，国家需要你们呐。再说个小插曲乌克兰征兵办人员被曝在交友网站伪装成女性，以初次约会为名对目标男子实施强制动员，网恋有风险，奔现需谨慎呐。之后重磅炸弹接连不断。4月，小泽签署法案，规定战争结束后继续征收战争税3年，还要强制个体户缴纳20%增值税。当然这属于 IMF 的大缺大德，咱后面说。其次是要饭要援助既然美国指望不上了欧盟呢？好消息是，早在去年12月，欧盟已经提出向乌提供900亿欧援助贷款坏消息是，欧盟计划是把俄罗斯被冻结的外汇借给乌克兰，相当于乌克兰借俄罗斯的钱去打俄罗斯，遭到比利时坚决反对。很简单其中冻结资产的一大半都放在比利时的欧洲清算中心，万一小泽不小心输了呢？好消息是，冯德莱恩大手一挥，全场由欧公子买单，决定发行债券筹集900亿。
坏消息是，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坚决不抽钱，而发放贷款必须欧盟27国一致同意。最终欧盟妥协，决定让这哥仨白嫖。没想到匈牙利又以乌克兰封锁俄欧友谊管道，指责小泽破坏欧洲能源安全，并阻止发放贷款。好消息是，4月欧尔班大选失败下台了。坏消息是，新总理表态将继续从俄罗斯购买石油，且不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但愿意在不出钱的情况下支持发放贷款。眼看拦路虎走了，4月泽连斯基趁热打铁，开启特种兵式要钱模式。14日访问德国，之后到挪威，然后是英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典，各路盟友哐哐给小泽画饼啊！瑞典同意提供鹰狮战斗机，挪威首相再次宣布向乌克兰捐赠6架已退役的 F-16，正在翻新，马上就能使用啊！德国总理承诺41欧军援计划，要资助采购美国雷神公司的数百枚爱国者防空导弹，还要为乌军提供5000架无人机。光给钱还不够，你前线不是缺人吗？好说啊，我还给你送兵员。莫茨表示要把德国的乌克兰难民送回国内前线，报效了家人们啊！要说口气最大的还是戴英，计划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12万架无人机，12万架呀！戴英工业这么强了吗？好吧，我还说我要日更那钱。至于最关键的钱，莫茨答应900亿欧贷款的首笔25亿至27亿欧，有望在今年第2季度就打款给乌克兰。条件是泽连斯基也承诺4月底前完成友谊输油管道的修复，让俄罗斯石油输送欧洲。哎呀，这一边在打仗，一边让敌人的石油通过自家国土卖到欧洲赚钱，图啥呢？图哈切夫斯基。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问了，就没有个靠谱点的搞钱路子吗？有的兄弟，有的，还得靠自己卖股啊！早在今年2月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代表团大驾光临，打算仗义出手援助81亿啊！虽然也是贷款，但其中15亿立即拨付，怎么样？仗义吧？但都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早餐它也不免费呀。IMF 附带了一点点小要求，鉴于23年援助乌克兰156亿美元贷款时，乌克兰已经按要求将居民个人战争税从 1.5% 大幅提到 5%。这次 IMF 没继续加码，而是延长时间，规定战争结束后再交3年。好嘛，仗没打完时要交战争税，仗打完了还要交战争税，那仗不是白打完了吗？哎，别急，还有呢，营业额达100万格里夫纳的个体经营者的固定税率从5%降至3%，先别高兴太早，强制缴纳增值税20%。小提子啊，100万格里夫纳约等于人民币15.4万元。不仅如此 ，IMF 还要求乌政府继续加大银行独立性，咋加大呢？答：国有银行私有化。乌克兰一共5家国有银行，去年10月已经卖了2家。今年 IMF 还要求对其他商业银行利润征税，也不多啊，就征50%吧。金融机构利润税也要提到25%，你以为这就完了吗？为了振兴受创的经济 ，IMF 还督促乌克兰展开轰轰烈烈的私有化行动，将自家国企通通私有化。去年8月挂牌的欧洲最大的化肥生产商之一敖德萨港口工厂起拍价1.08亿美元，还要以740万美元打包出售国有化妆品和家用化学品工厂。今年4月决定再接再厉，出售19家国企，借此吸引外资参与经济复苏，顺便弥补39亿英镑国防缺口，包括欧洲最大的钛矿开采公司、基辅最大购物中心之一海洋广场，以及苏联遗产该国最大的氧化铝生产商尼古拉耶夫氧化铝厂。据乌克兰国家财产基金代理负责人解释，超95%的国企都在亏损状态，这并非他们缺乏潜力，只要私有化就能提高企业效率。那给大家展示下接受过 IMF 援助并指导私有化的国家好了呀，加纳、黎巴嫩、阿根廷、尼泊尔、孟加拉、埃塞俄比亚，这谁过得好的呀？反正乌克兰经济能不能复苏我不知道，但今年基辅分店的豪车宾利销量已经干到了全球第3。忘说了1月乌克兰还将国内最大锂矿项目之一授予与特朗普关联的投资者，招标要求是最低投资额为 1.79亿美元。银行矿产都卖了，土地也得卖啊。2020年小泽签署农业土地流转法案，解除实行了近20年的农地禁售令，
有说呀，这是为了方便美国财团掌控乌克兰的土地，这可就冤枉小泽了。乌克兰的法律严禁外国人购买农业土地，但不限制租赁，所以几十年前资本早就通过投资控制土地了。而这个农业土地流转法案规定，2021年7月开始，乌克兰人可购买100公顷黑土地。2024年放宽至本国公民控制的法人公司每人至多买1万公顷。应该说啊，这通资本主义土改效果显著。土改以后，乌克兰共登记了33.4万笔农业用地买卖交易。那谁有这么多钱呢？好难猜呀。不过你别说，还真别说，这是好事啊！把土地卖给欧盟，不就等于变相加入欧盟？老百姓在润到北约国家，两难自解啊！虽然川皇不想破费，援助偶尔缺位，情色行业征税，资产变卖加倍，但你不得不佩服小泽敏锐的洞察力和灵活的身段。3月眼看天兵不给力，小泽充分发动主观能动性，将目光投向中东狗大户身上。你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不是被伊朗无人机炸得很惨吗？大声告诉我，全世界反无人机实战经验最丰富的是谁？为表诚意，乌克兰派出200多名反无人机专家，浩浩荡荡前往给中东赋能，计划开拓战争蓝海，解决网友们痛点，力争在反无人机这个垂直领域打出属于自己的生态闭环。这事啊，还让小泽狠狠装了一把。3月5日采访时，他表示，乌克兰已经收到美国协助防御伊朗无人机的请求。然后3月底，他又旋风式访问中东，表示要用反无人机技术换爱国者。据称，已经和沙特、卡塔尔签署10年的防务合作，合同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只不过就在访问期间，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宣布用高超导弹摧毁了迪拜的乌克兰反无人机系统仓库，当时有21名乌克兰人驻守，但乌克兰外交部坚决否认，纯属谣言。可能是知道美国深陷中东，小泽最近不仅不说谢谢，甚至开始阴阳动王了。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总统说一堆，但他只剩2年半任期，之后怎么办呢？他们希望我们从顿巴斯地区撤军，这对我们没有好处，对他们才有好处。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去莫斯科，却不来基辅，这是不尊重乌克兰。好了，咱也就不多蛐蛐了，毕竟小泽还有最后一招因果律武器，谁喷他谁倒霉。厨子普里戈金约小泽决斗，他 man 了。马杜罗讽刺小泽是小丑，他被活捉了。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小泽当演员比当总统更成功，然后他去莫斯科养老了。欧尔班表示，只要我还是匈牙利总理，绝不会允许对乌克兰提供援助，然后他下台了。不是圆脸络腮胡，真有什么功力吗？哎，看来星辰我今年的百大也没希望了。此处我有一联，上联4年泥潭，兵尽弹困财政难，下联10国球员口多食少资产甜。2026年俄乌冲突进入第5个年头，前3个月俄军以平均每天 5.5 平方公里的速度沿中部推进，乌军则在上下的赫尔松和哈尔科夫方向反攻，收复了约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好嘛，你俩搁这刷数据王不见王是吧？俄罗斯由于战场上极度拉胯，无法与上3场地位匹配，军事遭遇重创，经济被制裁，地缘影响力正在严重削弱。乌克兰呢？据世界银行报告，目前乌克兰债务已接近国家 GDP， 直接经济损失超5000亿美元，约1/5的国土受到地雷或哑弹的污染，而未来10年重建成本预计高达5880亿美元。过去的2025年，乌、美、俄、欧4方的政客们围绕矿产协议、军事援助、临时停火、和平计划、安全保障展开一轮又一轮艰难谈判，但始终无法达成共识。欧盟和美国为战后的乌克兰勾勒出了8000亿美元的繁荣框架，但一切的前提是停战。4月24号，一名乌克兰士兵妻子发布了一组前线照片，照片中4名士兵面色苍白，肋骨突出，明显营养不良。他们在库皮扬斯克前线坚守了8个月，最长的一次断粮期长达14天。我的丈夫大声呼喊，苦苦哀求，说没有食物也没有水，电台没人听他们求助，或许根本没人想听。随后第14机械化旅的另一位士兵亲属也站出来哭诉，前线处境极其艰难，战士饿得快要失去知觉了。我的父亲已经撤离，但其他人还被困在那里。曾经在2战战场并肩作战的兄弟，如今不得不拼个你死我活，实在令人唏嘘。或许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